大家好，我是皮他，欢迎来到皮他说故事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美国宾州的少女失踪案。石油城是一座美国宾州的小城市，即使20世纪30年代鼎盛时期，它的居民也只有2万2千多名。随着石油工业的衰退，到了21世纪只剩下1万左右居民，而其中更有20%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小城在美国几乎毫无存在感。这里出过的名人，除了迪姆·艾伦的妻子以外，可能也就只有我们今天的案件的主人公肖娜了。这天一大早，肖娜就告别了妈妈离家了。这一天的肖娜安排满满，除了像往常一样训练体操以外，还需要参加万圣节的相关活动。到了晚上，肖娜还要和朋友们参加万圣节派对。离家前，肖娜告诉妈妈今天的活动8点前结束，希望妈妈前来接她。然而，肖娜妈妈晚上却忘了接肖娜回家。当晚8点半，肖娜还没有回家。肖娜的继父不由担心起来，于是打电话给肖娜妈妈。肖娜还没有回家，她今晚的活动几点结束？应该已经结束了啊。到了晚上9点半，焦急的肖娜妈妈露西让肖娜继父打给附近医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车祸让肖娜被卷入其中。结果当然是毫无所获。晚上10点钟，肖娜妈妈回到了家。到家后，露西马上报了警，警察也迅速赶到了。所有人最初都是希望肖娜仅仅是迷路了，或者是选择了在朋友家玩。然而很快，希望就破灭了。警察接到一名叫丹的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。他说，在一街和里德街路口看到一名女孩被绑架，他还看到绑架者是戴着球帽的瘦高男子。该男子把肖娜塞入红色汽车后立刻离去。警察马上设置了路障，周围的邻居们也全都加入帮忙寻找肖娜。然而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，找到肖娜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。第二天一早，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肖娜的失踪，数百人自发帮忙寻找肖娜的下落。然而人们并没能在肖娜消失24小时之内找到她。根据24小时定律，肖娜存活的几率已经变得很低了。这一天，有人在桥下发现肖娜失踪时穿的体操服，所有人的心头一沉，知道此时肖娜应该已遭不测。警察对体操服进行了细致的检验，他们在衣服上找到了数处金斑，并成功提取了 DNA。有人报警称，在昨天的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孩尸体。警察们赶到后，发现正是死去的肖娜。尸体上方的栈桥上，警员们发现了她穿的运动鞋，而尸体一旁是一块糖纸。据判断，凶手是把肖娜从10米多高的栈桥扔下，她被摔到河边的碎石滩上，遭受重创而死。法医分析，肖娜被摔到地上后，挣扎几分钟之后才死去。被肖娜的死震惊了小城，投票取消了万圣节庆祝活动，孩子们被要求待在家里，不得外出进行不给糖就捣蛋活动。肖娜的遇害在这座仅仅1万人口的小城引起了非比寻常的震动，警察们发誓要用最快的时间抓住凶手，绳之以法。而肖娜衣物上提取的 DNA 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。警员们从肖娜的亲人和朋友开始，进行了大范围长时间的排查。然而经过1年多排查，依然没有找到匹配对象。根据目击者回忆，肖娜是被塞入红色轿车离开，警员们又开始沿着这条线索展开调查。他们把目光首先瞄向了发现肖娜尸体的比尔，因为肖娜的尸体被发现在很偏僻的河边，大家不禁想，比尔去那么偏僻的地方做什么？而更巧的是，比尔的车就是一辆红色轿车。那么会不会真的是贼喊捉贼呢？警员们把比尔的车详细进行了搜查，并提取了 DNA， 可惜 DNA 并不相符。这时有人打电话到警局，并提供了一个嫌疑人的名字，而这个名字就是泰德·沃克。肖娜的家人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，此人在附近的披萨店工作时认识了肖娜，而且还喜欢强行和女孩子们拥抱，导致女孩子们都躲着他。而他所驾驶的也是一辆红色轿车。一系列的因素让警员们感觉抓到了真凶，可惜 DNA 检测再次给大家泼了冷水，
一系列的失败极大地考验着警员们的信心。时间一周一周的过去，那个驾驶红色轿车的凶犯还是难以找到。为了找到真凶，警员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。一名叫麦克的人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此人的家就在事发地点的旁边，而此人家中的楼梯间又像极了用来囚禁肖娜的地方。更令人感到可疑的是，他竟然在肖娜尸体发现的第二天就乘着长途巴士离开了石油小城。令大家大失所望的是， DNA 再次没有匹配，一个又一个的线索就这样断掉了，破案变得越来越没有头绪。警员们开始大范围的采集石油城居民的 DNA， 并一一进行排查，然而始终找不到和真凶匹配的 DNA。 这一天，警察们接到报警电话，一名女生在回家路上被试图绑架，凶手叫做吉姆·奥布莱恩。当地没有警察没听过奥布莱恩这兄弟俩的，他们曾经从事多起性犯罪，早就被警察称之为恶魔了。而这起试图绑架案就发生在肖娜回家的必经之路，那么他们会不会就是肖娜案的凶手？其实吉姆·奥布莱恩早就被提到过，因为肖娜案发生时有警员提到他们在监狱服刑，因此一早就被排除了。97年10月29日，正好是肖娜遇害整整5年。4岁的小女孩雪妮从自家后院消失了，这座小城再一次陷入极大恐慌。从1992年肖娜遇害至今，警察连1名嫌疑人都没有抓到，而如今又是仅仅4岁的小女孩雪妮失踪。小城里的人们都在想，那么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家孩子呢？雪妮案很快得到了侦破。雪妮17岁的邻居尼克在嗑药以后对雪妮进行了性侵，并把她扔在城外的山谷里。等警察找到时，雪妮早已因为跌落过程受到的重创而没有了生命特征。那么尼克会不会也是当初杀害肖娜的凶犯呢？警察们认为5年前的尼克只有12岁，不可能独立完成对肖娜的侵犯。杀死肖娜的真凶到底在哪里？石油城的居民们还要在恐慌中生活多久呢？所幸警员们并没有放弃对真凶的寻找，毫无头绪的大家决定广撒网，对所有相关资料进行重复研究和推敲。突然，一份火警报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1992年，消防部门曾收到报警电话，对一辆红色轿车进行灭火，而这辆红色轿车的所有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泰德·沃克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泰德·沃克早就认识肖娜，为什么他的车恰巧在肖娜遇害后着火了？有没有可能他自己烧掉自己的车，毁灭证据呢？但是他的 DNA 样本早就提取过了，与肖娜衣物上的金斑并不匹配。泰德·沃克到底与肖娜遇害有没有关系呢？调查人员反复翻看着档案，试图找到蛛丝马迹作为突破口。此时有人留意到肖娜的身体上并没有被绑，或者是任何被禁锢的痕迹。考虑到肖娜遇害前曾有3天被凶犯控制，调查人员于是提出一个假设：凶犯会不会不止1名呢？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，用仅有的1人 DNA 来排除就显得不合理了。而烧掉自己汽车的泰德·沃克很可能也参与了此案，只是他狡猾的没有留下自己的 DNA。那么他的共犯又是谁呢？有没有可能就是1995年试图绑架女孩的吉姆·奥布莱恩呢？要知道2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实在太近了，可是奥布莱恩兄弟案发时在监狱服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他们并没有在狱中？警员们发现在档案里并没有一份正式文件记载着他们当时在服刑，于是马上连续监狱核实。很快大家被告知奥布莱恩兄弟被保释出去了。警员们大为吃惊，近10年的调查竟然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。调查人员赶紧对奥布莱恩兄弟进行了提审。在审问迪姆·奥布莱恩时，有人注意到他面前的桌上放了块糖纸，而这块糖纸与肖娜尸体旁发现的一模一样。紧接着兄弟俩都被提取了 DNA。 最终经过 DNA 比对，奥布莱恩兄弟被确认为真凶，他们的犯案经过也被梳理了出来。他们在泰德·沃克的帮助下把肖娜挟持上车，然后把肖娜带到了泰德的家中关了起来。3天后，在警方全程围捕的重压之下，
三人决定把肖娜解决掉，于是把她从偏僻的战墙上扔了下去。肖娜在遇害10年后，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正义。但是逝者已矣，那个热爱体操的小女孩再也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爱好了，也没有人能够把肖娜还给她的父母。而石油城这座小城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。每当一个案件的真凶被找到并且受到严惩，我们都感到大快人心。可是真相并不能使受害者复活，所以最应该做的还是要防患于未然。为了保护家人和孩子不受到世界邪恶的侵扰，我们每一分钟的努力和付出都是万分值得的，毕竟家人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